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王真。北京93大阅兵结束后，一张照片震撼全网。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的嫡孙，所谓的龙孙毛新宇，孤零零坐在天安门城楼的台阶上，连一张椅子都没有。毛泽东这个曾以伟大领袖自居，却把中国拖进饥荒与文革深渊的独裁者，如今他的孙子却在祖父的权力圣殿里被冷落在角落，连最基本的尊荣都不复存在。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毛泽东的孙子要坐在没有椅子的台阶上？为什么这样的照片会被有意无意地流出？今天我们就从这张龙孙坐阶的照片谈起，看清这场盛大典礼背后的真相与权力隐喻。大家别忘了，毛新宇可不是一般的官吏群众，他是毛泽东唯一的嫡孙，当年还被封过中共最年轻的少将，做过全国政协委员的位置，一度被官媒吹捧为红色学者，甚至被看作是毛家正统血脉的象征。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背后光环无数的人，这次却在人群里显得格格不入，没有权势，没有荣耀，画面里剩下的只是落寞和边缘化。当然了，也有其他照片显示，他还是带着全家来了，穿着军装的儿子毛东东、妻子刘斌、女儿毛田义都一起出现在观礼席，甚至还有一张他和毛泽东外孙女孔冬梅坐在一起的画面。有人还说，隔着孔冬梅旁边那个穿黄色衣服的女子是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不过呢，自媒体人李大宇就出来提醒，这位黄衣女子应该不可能是习明泽，理由有3个。第一，习近平对女儿保护得极严，不可能在这么高规格的场合亮相。第二，照片里这位女子还主动跟毛家合影，毛新宇一脸不情愿，这不符合当朝公主的身份。第三，要真是习明泽，照片也不可能这么轻易流出来。所以说，几张照片里最真实的还是那一张台阶照，他捕捉到的不只是表面的合影热闹，而是一份深深的孤独与落寞。其实网络上对毛新宇的形象向来就有不少调侃，但也有人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毛新宇现在表现出的憨态可能不是本真，而是一种生存智慧。这让人一下子就联想到三国时的刘禅。刘禅那句乐不思蜀就是一种示弱，我对权力没兴趣，别担心我会威胁谁。结果呢，正是这种无害的姿态让他保住了家族血脉的安稳。换句话说，在中共党内那种血腥斗争的历史里，懂得人畜无害的活着本身就是一种高明的生存之道。可是不管是真憨还是假痴，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毛新宇和他所代表的红二代群体整体上已经被边缘化了。要知道，习近平本人就是红二代，他的上台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这个红色贵族阶层的支持和共识。但等他真正掌权之后，很快就意识到，这些和他同血同源、背景相似的人，恰恰是对他个人绝对权威最大的潜在威胁。于是，一场系统性的清洗与置换便开始了。从中共8大元老之一薄一波之子薄熙来，中共前国家主席李先念之婿刘亚洲，再到众多将领与高官的黯然离场，整个红二代阶层如今基本已被请出权力核心，取而代之的是那些背景相对单纯、对习近平个人绝对效忠的习家军。这就像历史上有些王朝开国之后，君主会对一统大天下的功臣勋贵加以贬斥疏远，转而重用那些没有深厚根基、只能依附于自己的新贵，是同一个道理。理解了这条主线，再回头看毛新宇的台阶照，其象征意义便豁然开朗。毛新宇是红色血统最极致的符号，让他来是表示对祖宗牌位的尊重，是仪式需要，但不给他显赫的位置，就是要向整个体制内外宣告，那个凭借血统就能继承权力与荣耀的时代过去了。毛新宇的落寞正是整个红色贵族阶层走向黄昏的写照。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
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您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您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时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当一个红色王朝的后代在天安门的台阶上黯然失色时，另一个红色王朝的继承人却在北京的聚光灯下上演了一场国际首秀。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这次不仅自己来了，还带上了年仅12岁的女儿金主爱。自2022年亮相以来，金主爱被推上政治前台的速度可谓惊人。朝鲜官媒对她的称呼一路攀升，从亲爱的子弟到伟大的向导者，后者在朝鲜的政治语汇中是专属于最高领袖或指定继承人的，连权势显赫的姑姑金宇正也要在公开场合向这位年幼的侄女鞠躬行礼。种种迹象显示，金正恩正以一种近乎狂热的方式为女儿铺就通往权力顶峰的道路。如此急不可耐，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这恰恰暴露了金正恩内心深深的恐惧，最主要的就是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极度不自信。据脱北的前朝鲜军官安灿一分析，金正恩的状态看起来很差，肥胖和过度流汗的问题非常明显。韩国国家情报院的报告也指出，金正恩的体重可能已经达到约140公斤，是有史以来的最高值，这让他面临着极高的心脏病风险。再加上他长期抽烟酗酒的习惯，以及来自执政的巨大压力，投诚韩国的前朝鲜军人安灿一做出了惊人的预测，金正恩恐怕难以活过50岁，能再执政10年已属极限。这个判断并非空穴来风，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和父亲金正日都死于心脏相关疾病。这种家族遗传病史，再加上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得他的健康状况成为整个朝鲜政权最大的变数。朝鲜官方甚至爆出正在海外寻找治疗他肥胖相关疾病，如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药物，这侧面印证了情况的严重性。这就解释了金主爱拔苗助长式接班的根本原因。朝鲜政权的稳定完全基于金氏一家的血脉传承，其体制比中共更加脆弱和个人化。一旦金正恩突然离世，而没有指定的被各方接受的继承人，平壤几乎可以肯定会瞬间陷入一场血雨腥风的内斗，政权甚至可能崩溃。因此，金正恩的这场豪赌根源在于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政权存续的焦虑。他必须在自己尚能掌控局面的时候，将女儿的储君地位打造成继承事实。这次带他来北京拜见中共党魁，其用意更是多重。其一是对内宣示，我的继承人已经得到了宗主国的认可，你们这些元老重臣谁也别有非分之想。其二是向习近平寻求政治背书，希望北京能默许并支持这种4代世袭，以确保朝鲜继续作为中共的战略缓冲区。
其三，也是向世界宣告，金氏王朝不会因他个人的健康问题而终结。然而，姿态越是急切，就越是暴露内核的虚弱。一个真正稳固的政权是不需要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12岁孩童身上的。金正恩在北京的这番表演，更像是一场源于内心恐惧的续命狂想曲。看过了被时代抛弃的龙孙和被推上火线的皇储，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这一切的中心——习近平。最近，一位德国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 Reddit 上分享了一段极为罕见的亲身经历。他曾作为德国总统访华团的成员，参加了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举行的国宴。这篇帖子经过了官方验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去窥探中共权力核心的真实氛围。这位网友的描述可以用2个词来概括：严肃与紧绷。晚宴的菜色据说是精致的杭州菜，如宋嫂鱼羹、蟹粉狮子头，重在文化符号而非奢华。但整个晚宴的气氛却异常严肃，即便喝了2杯酒也一点没变，完全没有西方国宴那种轻松社交的氛围。所有人都正襟危坐，对话仅限于礼貌的寒暄，生怕说错一句话。最关键的细节在于习近平的状态，他与外国元首等核心人物坐在主桌，与其他宾客保持着相当的距离。除了餐前礼节性的握手，整晚几乎没有与主桌之外的人有任何交流，更没有人敢主动上前攀谈。他仿佛身处在一个无形的权力气罩之中，与周遭世界是隔绝的。这场国宴正是习近平执政风格与权力结构的精确写照。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现实：一个权力越是集中的独裁者，往往也越是一个极度孤独和隔绝的人。这种孤立首先源于他对权力的绝对控制欲，列宁主义式的政党伦理，强调领袖的绝对权威，不允许任何自发的不受控制的互动。国宴上那种等级森严，无人敢越离尺一步的氛围，正是这种政治哲学在现实生活中的投射。其次，也与他的个人经历和不安全感有关系。文革时期的经历可能在他内心深处埋下了对他人的极度不信任，尤其是对那些与他背景相似、他无法完全控制的同僚。这也解释了为何他掌权后宁愿重用那些出身平民、对他感恩戴德的技术官僚，也要系统性地将那些平起平坐的红二代清除出去。这种自我施加的孤立，最终必然会形成一个危险的信息茧房。当一个领导人听到的都是阿谀奉承之声，虽有真实但可能令他不悦的信息都被过滤掉时，他做出误判的风险就会急剧的增加。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以勤政闻名，常亲自处理政务，但面临农民起义、满清入侵和天灾等内忧外患时，因为他过度依赖宦官和亲信，导致宫廷消息封闭，无法及时获知真实的民情和前线情况，使他做出了一系列的错误决策。例如频繁更换将领，忽略地方腐败，最终导致明朝灭亡。他本人也在眉山自缢，历史的教训因见不远。所以北京大会堂里那场严肃沉闷的国宴，不仅是一场外交活动，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位被权力高墙层层包围的君主，和他那个看似强大实则脆弱的权力世界。好了，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起点。北京那场盛大的阅兵，本意是想展示一个巅峰帝国的强盛与自信，但当我们将毛新宇的落寞、金主爱的匆忙和那场国宴的压抑，这3块拼图拼在一起时，看到的却是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一场盛大庆典背后挥之不去的几个幽灵。我们看到了权力继承的幽灵，毛新宇的身影证明，在这个新王朝里，血统不再是护身符，对掌权者的忠诚才是唯一可靠的血脉。我们看到了王朝未来的幽灵，金主爱稚嫩的肩膀，扛着一个独裁者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政权崩溃的焦虑，这恰恰暴露了个人统治最脆弱的本质。我们也看到了权力现实的幽灵，那场沉闷的国宴描绘出了一位被权力高墙深深围困的统治者的肖像。
他如此孤立，以至于与他试图掌控的世界隔着一道无形的墙。这场大游行就像安徒生童话里的皇帝的新衣，众人都在为那件华丽的但并不存在的衣服而欢呼，但背后的真相却是深刻的焦虑与不安。这不禁让我们思考，权力的根基究竟是什么？是陈列的武器，还是人心的归附？当人心思变，当信念开始动摇时，这场盛大的游行又能持续多久呢？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